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网传《落花再遇你》将于9月底播出，你支持袁冰妍的反弹吗？2个多月前，艺人袁冰妍被全组织通报避税，罚款97万元以上。随后，袁冰妍的工作室立即做出断言，称自己对纪律没有问题，并及时支付了费用，并明确表示，这一次是由于该组织对迅速兑现其节省的部分和分期付款的承诺而感到失望。后果是袁冰妍几乎没有洞察力。然而，事件曝光后，不久就有网友发现，袁冰妍是该组织的合法代理人，拥有100%的报价。袁冰妍自己对自己的财产问题一无所知吧？网友纷纷表示，万一他这次没搞清楚，以后他的组织偷税漏税多少会越来越大。所以当工匠陷入工作风波的时候，代价高昂的圈子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完全抵制他们。自范冰冰以来，我承认媒体的表演者应该对费用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范冰冰从特殊台阶处跌落下来，昔日的风景再也不能令人欣喜若狂。但不管有没有更早的插图，媒体的问题依然存在。年轻的工匠们试图玩弄，不保持创造性的道德，联系首要的关注点，那么被发现的后果就是酷。2个多月来，袁冰妍本人没有露面，但她的微博也没有被屏蔽。前段时间，在中秋庆典期间，她和钟汉良合作的合奏节目呼吁与清欢额外送来了中秋庆典物资，让无数网友大吃一惊，他的演技还怎么传播？国家广电总局近期明确规定，不应该给闹事者任何大喊大叫的机会。袁冰妍被查出逃税后，在网友心目中，他现在是个捣蛋鬼，不断的职业提升显然受到了真正的影响，几乎处于停职状态。狐妖小游刚刚加入聚会的人同样批判性的取代了他，这意味着以后业务中没有人会试图利用他。尽管如此，这一次魅惑清欢组送来的中冬季物资并没有除掉袁冰妍，而是打上了男女英雄的双重旗帜。作品还没有交出袁冰妍，有道理吗？显然，袁冰妍也出现了很久。从一开始，她就格外小心。在进行了大量的特技表演之后，她逐渐获得了人群的偏爱。之后，她经历了奇幻节目流离，一举成名，资产也随之而来。当年主打节目的《万事如意》也格外受到舞台的好评，成为年度10大最佳剧集之一。袁冰妍从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快感，但看她的演技却是异常的有规律。总体感觉琉璃中处玄机这个职业不难演，从一开始她就显得无辜而无可指责。普通人真是管不了，说不定会把车弄翻，可是袁冰妍却处理得很好，竟然还发挥出迷人的魅力。假设没有避税，我接受袁冰妍的演技肯定会惊艳无数人。后来的琉璃，袁冰妍也趁机拍了几部综艺节目，尽管目前传出的《万事如意》《落花季再遇你》，之前提到的《风韵与清风欢》《落花有你》同样是奇幻剧，也是袁冰妍、刘雪怡的作品。从本分的角度来看，这部剧简直堪比琉璃，传播后估计要引爆了。袁冰妍出事后，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花落再遇见你》这档节目，对刘雪怡也心生不满。她终于变成了男主，结果却是这样。大约在那个时候，有人说节目贡献了2亿，他们担心会被吹走。在任何案，最近有人说《花落与你重逢》即将上映，同样被爆出具体时间是9月29日。线人还承诺，如果他不沟通，他会责备他。每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我不完全接受袁冰妍的演技无论如何都可以传播，但我还是预料到的，因为我不认为应该因为一个人的不足而迫使整部剧坚持下去，这是不合理的。不一样的艺人。鉴于近2年来国家对煽动者的打击力度，媒体报道的作品出现过度现象。很显然，逆势而上，
剧情惨烈的工匠们的反弹力并不强，但这次落花真能开播，同样说明袁冰妍的考核骚动已经彻底过去。可见是什么无论如何都可以挽救发生的事情。倾城的全新面料又给了袁冰妍狂热者一颗定心丸。等29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你会协助袁冰妍复出吗？02赵丽颖努力捕捉每一种可能，对待任何一场戏都非常拼命。赵丽颖在休闲企业里苦练多年，如今的她也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更高层次的自己。虽然她的婚姻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存在就成为了失败。恰恰相反，很多人都觉得赵丽颖结婚后迅速离婚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但我认为赵丽颖在国际上是清醒的，她知道及时预防损失的方法。既然她已经恨透了一切，又何必一直受伤？早年出演《陆贞传奇》和《花千骨》，可见她可能很专业，绝不会是为了爱情献出职业的人，因为她知道这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赵丽颖在早期出道的时候，扮演的是扮演主角位置的小淑女。她知道获得一个主要职位对她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努力去捕捉每一种可能性，并且非常拼命、非常认真地处理任何一场戏。现在这样的赵丽颖怎么会不再成功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陶醉一下赵丽颖的风格大片吧。03程毅的底线理想后果启动。巅峰舞榜单虽然排名第一，但也有不足之处。程毅踏入休闲事业已经11年了，他还演过很多真实的成绩和名声的作品，比如现在已经结束的《沉香如屑》，以及之前的《沉香》、《山水明月》，以及成为他出演职业转折点的热播剧《琉璃》，成为演员程毅的顾问画作。只是程毅在圈子里的角色最多的都是古装剧，虽然他也参演了几部新锐剧，但反响平平，远不如他的历史长裙角色出名。程毅近几年拿到了好几部古装剧邀请，虽然他的长袍气质和帅哥穿袄都已经很搭了，现在也没有古装傀儡的油腻感了和难看的家伙。但对于演员来说，题材相同形式的常驻作品常常让人审美疲劳。此外，礼服剧中男主的摆放也是有限的。虽然长期赌同类型的角色可以提升他的出场能力，但要恢复他的出场能力却是千里迢迢，达到高度状态。随着程毅、靳东、蔡文静主演的当代刑事案件剧《底线》的上映，目标市场也注意到了程毅的另一面。剧中，程毅将周以安的角色演绎得一丝不苟，在不同演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剧又被推上主力名单，成绩斐然，口碑惊人。程毅新剧首播6集，雄踞5大系统纪录榜榜首。作为当下的剧集底线，节奏感强、接地气、幽默风趣、真实案例，是近年来新题材的特色。首播6集，收获不少好评。从通过主要系统和榜单方式推出的唱片来看，底线绝对是秋季内的另一部名剧。从站内贴出的全部挂牌记录来看，底线已经跃升到了悬停挂牌的顶峰，报涨价已经到了500，可能非常突出。从微博剧影响上市的记录来看，底线也同样不负众望，位列榜首。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在平台的热聊列表和热搜中可见。在通过猫眼方式推出的周播电视剧识别榜、中国内地电视评分 Satellite TV for PC TV 榜、直播间榜中，以底线为主，其关注度和市场占比其他正在进行的电影和电视要好得多。戏剧一般来说，一部影视剧虽然只是简单的开播，但一定会引起一定的关注度，但是关注度那么高，理想的整体表现也很理想。杰出的经常主宰主要系统的记录列表的情况很少见。虽然底线的效果很好，但还是有遗憾。底线的理想统治了巅峰5主流系统，虽然效果很好，但随着剧情的不断完善，通过不同的情节和热点的方式，认可度逐渐分散。在这部剧的理想之后，还是有一些遗憾。例如，虽然该剧首次播出，
但尽管该剧登上了主要排行榜，但它在 PCTV 的卫星电视前2集之后，取代了上一部剧的 0.34 的共同点，普通收视价接近 0.6， 最佳收视价破 0.7， 本地纪录。从长期来看，底线在所有频道的分数上最简单的攀升至 0.33 的最大值。虽然这个结局还不错，但这部剧能否在新鲜度降低、新剧陆续上映的情况下，仍能称霸上市？毕竟在新剧开播的同时，可能会有不少观众在看尝鲜，但理想过后，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甚至会把之前追的剧集整合起来，放在一起对比一下，这样就可以挑出自己需要更大的追剧了。如果您需要长期保持或可能增加许多已经播出和即将播出的剧集的认可度和话题度，您需要研究整部剧的精彩和演员的整体表现，这也是底线上映后的一大麻烦。从理想剧集的整体表现来看，虽然剧情把握得当，但蔡文静个人在剧中的投入似乎是目前最大的不快，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吐槽。此外，程毅眨眼、挑眉、摇身的整体表现也被指责为想提升新锐剧的出场能力。靳东通过一些网友的方式也被称为老土。一切都变得相同，并没有带来太多惊喜。当然，每场演出都有缺陷，演员也不是完美的。程毅出现在新锐剧中并不常见，整体表演台词的生硬在所难免。